你知道奈克瑟斯是从哪里开始腰斩的吗？正是第29集幽深。而在原计划中，第29集以及第30集早已拍摄完成，分别为离子和怪物。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集是这2集的压缩版。所以当你看完这一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剧情衔接部分交代的并不是很清楚，甚至有点跳戏，毕竟删减了整整1集的剧情故事。不过网上早已流传出了这2集的导演剪辑版，时长47分钟，正是2集的全部内容。当你看完整个剧情后，你肯定会更加觉得奈克瑟斯这部剧被腰斩是有多么可惜。那这期我们就按照导演剪辑版去深度分析这一集到底讲了什么。这天夜晚，一群年轻小伙正在山间露营，但是山间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在一片迷雾中，异生兽出现了。随着异生兽发出刺身的震动波，这些年轻人捂着耳朵痛苦倒地。紧接着，异生兽从嘴中吐出蛛丝，将清醒的人直接束缚住并吞入了腹中。而其他昏迷的人结局如何，则从尾白的口中讲述了出来。朝霧が晴れて起きたら、みんな河原で寝てるわけ。何が起きたか誰も覚えてない。記憶が消えてるの？そう。で、いなくなったやつも、結局自分で山に入っちゃったんだろうってことになる。でも、本当はそれは、バンニップの仕業だったんでしょ？而这一段尾白讲述的内容，在 TV 中是被删减掉的。不过从这里也说明了，这只异生兽发出的震动波能够消除人们的记忆，同时被称为巴尼布怪物的异生兽，在民间不断的谣传开来，也在最近几集中被反复提起，说明社会的舆论这块，按照原定的计划，肯定还会在后续剧情中成为一条故事线。就像基石准片中追寻真相的根来就是社会的舆论缩影。但是令人可惜的是，从本集开始，经过剧情大砍之后，这个传言就再也没出现过了。相当于这一条社会舆论线从本集开始就直接放弃了。那我们回到剧情，正因为清除记忆这件事，让瑞生回想起了自己为一个小女孩清除记忆的事。正是此前和孤门产生交集的离子，由于当时给她造成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大，而且还受了重伤，导致她在被清除记忆时，只留下了父母变成异生兽后的记忆，其余的记忆一律不复存在，包括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名字。而他的遭遇也成为了瑞生每次给受害者清除记忆时都会为他们祈祷的原因。这在 TV 中也并没有说明是这个原因，因此如今的离子画的画也都是仅存的异生兽和奈克瑟斯战斗的记忆。而正常被清除记忆的哥哥只知道父母是死于意外，当然也不会相信妹妹所说的事实。此时夜袭队也对露营受害者的事件进行了分析，因为此类事件已经连续发生了7次，虽然受害的人们都失去了相关的记忆，甚至都没有捕捉到任何异生兽的震动波，但预知者观察到案发时出现的迷雾，阻碍了对于震动波的探测，而且这个迷雾正是异生兽故意为之，也说明了异生兽是在不断进化的，故意清除人们的记忆来隐藏自己。这时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正是沟吕木。在中烟之地和基石准大战之后身受重伤，并且还失去了记忆，而 TLT 也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而且通过预知者的检测，沟吕木并没有产生相应的震动波，说明此时的沟吕木已经丧失了梅菲斯特的力量。于是松永再次派出人手对沟吕木进行抓捕，但这部分的对话在 TV 中将预知者的部分剪掉了，不将沟吕木的真实情况显露出来，也许是为了营造事情的紧张感。而此时的沟吕木为了躲避追捕，躲进了异生兽出现的山里。恰巧 TLT 也收到了此山间有迷雾的报告，并检测出此类迷雾可以阻碍异生兽的震动波，于是和仓队长西条指孤门一同前往了山间调查。这还没完，此刻瑞生收到了沙耶的电话，也被调去了山间寻找沟吕木的踪迹。当瑞生赶到山脚下时，却发现李子的哥哥和姑姑正寻找着李子，而这时的李子因为此前从姑姑那儿得知到隧道的对面有一个神社，传言里面还住着一个鬼，对怪物早已习惯的李子便朝着神社走去了。而当李子进入神社之后，意外发现了沟吕木正躲藏在此处。虽然沟吕木是杀害李子父母的凶手，但这时两人都已失忆，谁也不认识谁。望着如此落魄的沟吕木，李子还拿出了橘子给他吃。这也足以可见如今沟吕木的窘境，但吃橘子的这一幕也在 TV 中被删减了。就当李子的哥哥和姑姑赶到神社寻找之时，也只发现了李子的书包，因为沟吕木和李子在听到了异生兽的呼唤后，已经朝着迷雾中走去。但此时山间迷雾正不断增大，正在里面调查的夜袭队3人因为通讯系统被迷雾干扰，互相失去了联络。而孤门则十分不幸地遭到了异生兽的袭击，在躲过异生兽的蛛丝之后，孤门立刻发射驱散迷雾的炮火，这也让预知者终于捕捉到了异生兽的震动波。然而异生兽再次吐出蛛丝，直接束缚住了孤门。但此时的异生兽似乎并不着急吃掉孤门，而是让猎物在死前产生更多的恐惧，
也正因为如此，让孤门有了生还的机会。因为千树莲变身的奈克瑟斯赶到了。孤门有惊无险地被及时救下，并终于和队长会合。但你不知道的是，从孤门被异生兽束缚住到被奈克瑟斯解救，这些片段在 TV 中全被删减了，而且被删减的还有接下来奈克瑟斯和异生兽的战斗。此时异生兽的完整面目算是全部显露出来了。这只异生兽名为班匹拉，是蜘蛛和萤火虫的结合体。除了他之前展示的技能之外，他的实战也很强，几乎与奈克瑟斯势均力敌。在两者的战斗中，奈克瑟斯还展示了一套体操动作。与此同时，沟吕木刚把差点跌落山坡的离子救上来，转眼就遇到了孤门和昌队长。而孤门也一眼认出了小女孩，正是此前自己一炮击杀异生兽后被误伤的离子。而队长则问起了基石准的下落。然而对于失忆的沟吕木一问三不知，反而问起了自己究竟是谁。队长和孤门也终于反应过来，沟吕木是真的失忆了。这时离子望着孤门，也回想起了被异生兽父母抓走的场景。也正因为这声喊声，吸引了前来寻找的哥哥和姑姑，以及一同前来的瑞森。此时奈克瑟斯与异生兽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但没想到连一直没有切换蓝色青年形态，而自己也不慎被异生兽的蛛丝牢牢束缚住，根本动弹不得。就在异生兽对奈克瑟斯连续捶打之时，驾驶着切斯特的西条子出手了。但异生兽立马做出了反击，随后立刻喷散迷雾来隐藏自己，足以可见异生兽的作战能力。此刻奈克瑟斯为了摆脱束缚，直接释放核心脉冲，身上捆绑的蛛丝被直接撑爆，在起身之后立刻释放粒子之雨。这一发光线虽然击败不了异生兽，但破坏了异生兽的一部分能力。此时异生兽并不恋战，只见其再次释放迷雾，直接遁身逃离了此处。眼见异生兽不知所踪，奈克瑟斯只能懊恼地垂地发泄，同时也消失在了此地。第一回合的战斗就此迎来了结束。然而这整场战斗都没有在 TV 中展现出来，只是展现了两者的第二场战斗。而第二场战斗中，奈克瑟斯很快将异生兽击败，从而显得这只异生兽很弱。但在第一战中，两者几乎势均力敌，完全展现了异生兽的进化能力。临近夜晚，瑞森陪同着离子的家人碰见了追寻而来的孤门，而离子和沟吕木已经躲进了就近的一处仓库中。殊不知在外围已经有 TLT 的抓捕队员在搜寻着沟吕木的踪迹。暂时安全的离子和沟吕木则进行了一番病友交流。唯一残っている記憶が両親が化け物になった後のことだけか。多分お父さんとお母さんは化け物になる前に殺されたんだ。ひどいことする奴がいるもんだ。而这个人是谁好难猜呀。就这样两人度过了相依为命的一晚。在后来沟吕木记忆恢复后，也是为了小女孩做了最后的救赎，也算是对沟吕木这个人物的最好退场。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基石准的缩影呢？而另一边的孤门和瑞森也互相认识了下，毕竟此前两人并没有过交集。而 TV 中则省去了相互介绍的画面，同时孤门也得知了离子失忆的事情。如果再让他看见异生兽，再去清除记忆的话，造成什么后果也将不敢想象。第二天醒来的离子刚走出仓库不远，密布在周围的 TLT 部队就立刻对沟吕木发起了抓捕行动。失去能力的沟吕木也在瞬间被制服。当离子赶回仓库时，沟吕木早已被抓走。此时孤门也终于找到了这里，而离子当然也知道孤门是为了救他，因此孤门带着离子离开了此地，并将其交给了瑞森。也就在此刻，异生兽再次出现了。正因为在上次战斗中受了伤，因此此次他的目标则是附近的城镇，来捕食人类来恢复能力。有了确切的目标之后，夜袭队全员出击，并准备合体成为超高速强击型切斯特，但没想到却被异生兽打断了合体。看来异生兽早已在不断的战斗中摸透了夜袭队的作战策略，这在这两集删减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果按照原剧本拍摄的话，可能会继续展现异生兽的进化能力。然而剧情经过大砍之后，也只在最终异生兽医主麦如身上有一点体现，可以说十分的可惜。此刻千树莲再次拔出了进化信赖者变身，并直接来到战场与异生兽展开了交战。但没想到此次作战的地方正好在隧道的出口处。瑞森为了不让离子看到异生兽，率先来到隧道口观察情况，但离子也慢慢地走向了隧道口。而此时奈克瑟斯也及时切换为蓝色青年形态，并直接释放梅塔领域。
就在离子走出隧道之后，奈克瑟斯和异生兽已经进入了领域之中。瑞森原以为离子恰好没看见，但没想到离子看得到领域之中奈克瑟斯和异生兽的战斗情况。此时异生兽吐出蛛丝，缠住了奈克瑟斯的脚踝。就在被异生兽拖拽之际，夜袭队及时出手，射断了缠绕的蛛丝，而这些战斗画面也在离子的眼睛中被映射出来。瑞森见状之后也是震惊不已。最终，孤门发射光线射穿了异生兽的尾部，趁其僵直之际，奈克瑟斯直接施展必杀技剑矢风暴，异生兽班皮拉就这样被彻底消灭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离子看到了天空中爸爸妈妈的身影，一段段回忆慢慢的在离子的脑中浮现。这里也表明了离子已经恢复了记忆，其实也为大结局埋下了伏笔。人们看到奈克瑟斯与黑暗扎基的战斗，消失的记忆也全部在脑海中涌现。在本集的结尾，沟吕木已经被 TLT 秘密关押，等待他的将是和准哥班同样的实验。通过这2集的完整剧情，对比删减后的 TV 第29集，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缘起画中设计的内容更加丰富，往后的支线也会存在几支。而且身为最终 BOSS 的石窟，也不止一次通过他的描述，讲述了异生兽的进化能力，可以说他的真实身份，在这几集未删减版中已经慢慢凸显出来了，而不是在腰斩后的 TV 中突然显露自己的身份。但能够在腰斩的情况下仍然能呈现出如今的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同时也让奥迷们发自内心的可惜，完整版的奈克瑟斯该有多么惊艳。